在解放军南海持续不断的高强度实战演练之下，美军的尼米兹号航母终于被逼出南海。来看详细情况如何。Hello， 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妞。这些天，美国为了找回场子，可是派出了多艘航母，在南海地区找存在感。其中存在感最强的就是尼米兹号航母了。虽说美军以前也经常出动航母到南海找存在感，但往往持续时间都很短，只持续7至10天就会离去。但这艘尼米兹号航母可不同，在过年之前，这艘航母就带着中云号、迪卡特号、韦恩麦耶号驱逐舰到南海来了一趟。当时还碰到我国的山东舰，正好在南海进行实战化演练，被山东舰逼退之后，便回新加坡过了个年又过来了，并且这次准备的还挺充足。另一艘闪电航母马金岛号也跟着进入了南海，但没想到的是，这次依旧碰到了山东舰在这儿进行实战化对抗演练，军机军舰全部出动，连英文喊话都出来了，针对意味十分明显。所以在坚持了几天之后，通过卫星地图可以看到，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中的中云号、迪卡特号、韦恩麦耶号驱逐舰已经出现在了苏禄海。这意味着尼米兹号航母已经驶出了南海，结束了本次长达37天南海之旅。在这之前，大家对美军这艘航母赖在南海不走还很好奇，这到底是想要干什么？莫非在这儿真有美军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不成？但是在尼米兹号航母离开南海之后就能知道了，感情是被解放军给逼退了。之所以赖着不走，是为了兜住面子，显得是完成了任务之后才离开的。本次美军航母在这儿进行演习，可是针对性十足。和马金岛号2栖战备群组成的联合演练中，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可提供远程火力打击支援，马金岛号2栖戒备群则提供强大的投送能力。而演习地点距离我国海南岛仅有1500公里，西沙群岛1200公里，永暑礁不到800公里。将演习转换为实战，则完全有能力对岛屿进攻。我军也明白美军的意思，出动山东舰进行实战化对抗演练。虽然没有公开报道山东舰进行实战演练的具体地点，但是放出的视频中出现了山东舰英文喊话的画面。显然山东舰是碰到了外军的军机军舰，才需要英文喊话。而从地图上来看，除了美军航母在这儿，还会有谁呢？因此山东舰就是在美军航母周边进行实战化对抗演练，并且这次的演练很成功。没看到美军航母这几天都已经撤出了南海吗？除了出动山东舰航母之外，我军还出动了战机轰炸机进行远端奔袭、快速机动、体系打击等多个实战课题演练。轰 6K 更是跨越5000公里前往南海实战化练兵。在采访中，轰 6K 的驾驶员更是表示，这是他军旅生涯中有史以来最长的一次航行，长达7小时的航时让他感受到了本次任务的困难性。本次任务中，轰 6K 不仅展示了他和不同军机之间的协同作战能力，还展示了他的远程打击能力。这款轰炸机能够奔袭5000公里，前往南海进行实战化打击演练，也就意味着它能够在南海奔袭5000公里，打击第1、第2岛链内的目标。如果携带远程导弹的话，那么打击第3岛链的美国本土夏威夷也不在话下。如果美军在这时出动航母上的战机进行拦截，那么和轰 6K 协同作战的预警机会在第一时间检测到美军战机的来袭，同时派出战机前去应对，掩护轰 6K 顺利地完成打击。并且由于主场优势的存在，可以不用考虑后勤压力，解放军完全能够火力全开，实现火力上的压制。这也是美军航母在这次演习的时候为什么要叫来一艘海洋监视船的原因。这艘船的作用就是给航母提供充足的预警时间，免得到时候真的进入山东舰的实战打击演练海域了还不知道，被人一炮打过来都没话说。把这艘海洋监视船叫过来，就能够避免这种误入情况了。另外，我军不仅是出动了军机军舰针对美军航母，卫星也对美军的航母实行了全程跟踪监视。从卫星图中能清楚地看到，
无论是过年前还是过年后，美军航母战斗打击群的动向都在我军的掌握之中。即便是呼叫了海洋监视船，我军依旧能够准确找到这艘监视船距离美军航母的位置。也正是在解放军军机军舰双管齐下，再加上卫星全程跟踪监视的情况下，美军的这艘航母即便是再怎么不乐意，也不得不撤出南海，结束了这次30多天的任务。因为美军也很清楚，自己这次的南海之旅并没有带来什么想要的效果。如果再这么待下去，那么解放军的演习将会更加的具有针对性，在自己行踪全程被掌握的情况下，很容易成为解放军接下来行动的背景板。趁着还能找个台阶下的时候，还是提前撤出比较好。